对，好，这个反击。注意看，日本选手获胜之后太过狂妄，竟围绕刚才失利的中国选手跳舞庆祝。魏宁辉忍不了，当即就与这位小鬼子下了挑战书，约了2番战。刚才跳舞挑衅魏宁辉的是岛国的王牌打手宫跃谦二郎，与其哥哥宫跃清一郎霸占了日本拳坛多年。这哥俩算得上是日本搏击界百年难以一遇的踢拳奇才，从街头打架斗殴到擂台英勇作战，期间只用了3年时间就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一番战打败了魏宁辉之后，宫跃谦二郎则是耍起了街头小混混那一套，挑衅魏宁辉就算了，还扬言中国搏击界没有能人能与他们哥俩一决雌雄。魏宁辉在中国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但宫跃谦二郎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魏宁辉，其后当即就与宫跃谦二郎下发了挑战书。绰号催泪大师、催泪专家的魏宁辉拳法十分了得，打出的拳头就像是按住了追踪器一般精准。什么波兰老将托马兹和加拿大搏击鬼才丹尼斯，在魏宁辉面前通通撑不过一回合，就连钢铁肋骨塞拉在魏宁辉面前都要礼让魏宁辉3分。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复仇心切的魏宁辉上来就给了宫跃谦二郎一脚，以此来让宫跃谦二郎知道一下这是谁的场子。随后魏宁辉开始对宫跃谦二郎发起猛攻，连续的组合拳法进攻打的宫跃谦二郎且战且退，被打得惨不忍睹的宫跃谦二郎根本就不是魏宁辉的对手，甚至连还击的机会都没有。入高潮，整个比赛应该没有低潮。这个压力太强大了，对于日本选手来讲呢，他真的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么如同烈火洪水一般的进攻，而且他要适应一个这个日益强大的这个小胖。对，一开场的2记标志性的左手的下位摆拳都打在了对手的肋部上面。做好防守，找机会，假动作，骗对方。小胖拳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连续。组合拳，腿上头。在搂抱期间，魏宁辉依旧是诡计多端，无时无刻都在给宫跃谦二郎无上的压制力。就算宫跃谦二郎的反击攻势很猛烈，但对比之下，魏宁辉的进攻攻势则是要比宫跃谦二郎更加凶猛。毕竟魏宁辉是来复仇的，并不是来和宫跃谦二郎你冒着玩的。是，如果不做适应性的专门针对性训练啊，这个位置真的很容易被打到，很难防守。是。而且魏宁辉打比赛的时候，竟然是满脸微笑，又是高位的摆拳打到脸上，这真是恐怖的小胖。不过非常奇怪一点的是，日本选手蓝角选手他这个好像抗击打能力异常的强，到目前为止这么多重拳打在了肋部和脸上，竟然没有丝毫影响，移动很迅速，动作仍然很密，而且没有表情。对，似乎跟没打到一样。哦，这魏宁辉所打出的任何动作与招式都是奔着 KO 宫跃谦二郎去的，就算宫跃谦二郎很灵活，抗击打能力也很强，那也阻挡不了魏宁辉的猛打猛冲。不过魏宁辉的猛打猛冲如果起不到 KO 的效果的话，那么对于魏宁辉来说将会非常危险。在对手脸上，因为小胖现在没有刺拳了，他前手是前手重摆拳，对，不做试探性进攻，每一拳都要拳拳到位。对手的重拳还以颜色，防守到位。好，还有10秒钟。但是想击倒这个日本选手，要有耐心。对，这日本选手啊还在还击，而且呢，左右2个直拳还打到了防守拳套里。这个比赛会很好。第2回合开始了，魏宁辉继续对宫跃谦二郎发起猛攻，但宫跃谦二郎丝毫不怂，正在势头上的魏宁辉则是拿着犀利的拳脚组合来反击魏宁辉。然而魏宁辉打出的拳脚进攻全部都是拳拳到肉，丝毫没有试探的意思。不过宫跃谦二郎也不是吃素的，毕竟在一番战的时候击败过魏宁辉，所以魏宁辉不得不多加小心。而且蓝角也在做拳腿连击，每一拳每一腿也很重。对，
第一局这个比赛虽然打得很爆裂，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到蓝角。是的，手踹，近身拼拳，所以蓝角确实有一个你讲的阴柔的力量。是的。哦，你看，哦，连续3个拳，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对，伤害性不大，但是这个很危险。接腿迎击，对，背膝，正蹬，哦，顶着背勾，左手摆拳。2人激烈的拼拳换脚，让台下的拳迷也是非常激动，大声呐喊：票没有白买，绝对不会退票。魏宁辉的进攻气焰依旧非常强大，貌似是不想给宫跃谦二郎任何反击还击的机会，只想在比赛结束前 KO 掉宫跃谦二郎，以此达到复仇的目的。这个有点防守，有点危险，注意，对。魏宁辉被连续打中2个面部，打中2拳，对，会影响打到拳套里边去了，对，会影响他的反应，同样危险。现在对于红角来讲呢，首先要防守好，其次要保证体能不要下降。对，但第一局这么猛烈的进攻，体能是会受到影响。蓝角也在顽强的抵抗，都是重拳，双方都很顽强。组合拳1、2、3、4。魏宁辉现在拳法呀，真的是算是专业级别的拳法了，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而且能够控制得住。对，而且能发出力来。接腿，魏宁辉经过长时间的猛打猛冲，体能也是即将消耗殆尽。然而一直处于防守反击状态的宫跃谦二郎体能却十分良好，魏宁辉在前面所获取的优势即将被宫跃谦二郎夺走。然而魏宁辉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正蹬，防守迎击，双方打出血性来了，打出故事来了。啊，你看双方带着表情。啊，现在蓝方在主动某种意义上轻松的防守。其实啊，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眼睛是在看对方的，所以这不是失控的防守，这是在找机会。很危险，双方都很危险，我觉得这种对搏，对，漂亮，不退让，对，一定要小心啊，双方都要小心，做好防守啊，双方的气势都很盛，对。啊，第3回合的体能是很重要的挑战，对，谁有最好体能，谁就可能 KO 对方。第3回合开始了，魏宁辉依然是呈现出一副猛打猛冲的模样，无时无刻都在对宫跃谦二郎发起猛攻。就算宫跃谦二郎做出相应的反击动作，那也无法阻止魏宁辉实施高难度的进攻动作。在凶猛的攻势加持下，宫跃谦二郎就算有体能也毫无用武之地。刀也很危险，蓝角在狙击。对，现在为止呢，蓝角是吃亏的，但是他的意识就是吃了亏之后马上迎上去再来。对，说明他不准备退让，他不准备退让。对，第一体能充沛，第二技战术意识非常清晰。对，他是准备受你几拳的，但是真去打倒你，是找机会。对，两个人都想打 KO。对，我觉得这第3局是要 KO 一个的感觉，看看谁能抓住这个微小的破绽。就是防守的一瞬间的舒服，对，就可能 KO 了。哦，这还能够上头和头。体能逐渐透支的魏宁辉进攻攻势正在慢慢减少，然而这个时候宫跃谦二郎开始了个人独秀，开始对魏宁辉施加压力。不甘被压制的魏宁辉则是用尽了最后的体能来与宫跃谦二郎发起强烈的防守反击。对，魏宁辉的技战术问题还是他做不出动作来了，体能上也有点限制了，我看。对，这个蓝方变成了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了，现在。对手的抗击打太好了，蓝角的抗击打真的是非常强悍，而且现在打出的摆拳还是砰砰作响，很有力。所以魏宁辉做好防守，而且要调整好体力。对，用好最后的体力。打肋骨，飞膝。现在蓝方倒反而很主动了，现在。时间只剩下了1分钟，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恐怕结果还要给裁判。对，多做动作，不能等，不能靠。有些人体能要打出有质量的反击。魏宁辉有点体能下降的厉害了。对，此时的魏宁辉手臂已经抬不起来了，面对宫跃谦二郎的猛烈进攻，魏宁辉暂且只能选择防守。
在防守期间尽量不给宫跃亲二郎拿到更多点数优势的机会。对，坏了，危险，甚至有可能被 KO。对，蓝角现在动作频率还是非常高。对，这个最后是体能起了很大作用。对，好，这个反击非常有效。手踹抓住时机，这是个最好的一个时机掌握的。控制距离，小心，手抬高，手抬高，手要拿起来，这个没有防守会非常危险。对，好，这有没有 KO？ 比赛最后的时间，二人都跟发了疯一样，就算是连续的重拳互换，那也没有出现 KO 和击倒读秒的迹象。魏宁辉凭借坚定的信念，成功坚持到了最后。前面2回合绝对是魏宁辉占据优势，但最后1回合魏宁辉的体能属实有点令人堪忧。不过魏宁辉还是坚持到了最后。这红角的体能是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是深度值得顾虑的一件事情。赶紧调整一下体能，准备打下一场，也是要收好。9比28，比赛结果分。最终魏宁辉获得了比赛胜利，成功击败宫跃亲二郎，复仇成功。大家感觉魏宁辉打得怎么样？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